如果站在1894年的黄海上空俯瞰，你会发现胜负的天平在双方列阵那刻便开始倾斜。9月17日中午12点，当中日双方相距17海里时，北洋舰队开始列舰迎敌，形成宽度超过5公里的人字形横队，也叫夹缝雁航阵。听着挺玄乎，说白了就是2艘船组成一个小组，前后呈45度站位，多组横向铺开，摆成 V 字形。这个阵型是19世纪欧洲海军的主流打法，核心思想就2个字：冲锋。要理解这个阵型，得先知道此前的海军是怎么打的。在18世纪的风帆战舰时代，受限于动力，海战就像2人站着互相扇耳光，双方排成纵队或抛锚不动，用舰身两侧的火炮对着轰，谁皮厚谁就赢。进入19世纪蒸汽机时代，舰船的机动力和装甲厚度得到了大幅提升，光站着对轰根本打不死人。那怎么办呢？就学陆军拼刺刀，直接冲上去贴脸开炮。1866年的利萨海战中，奥地利舰队用人字形横队撞碎了意大利的纵队阵，成了全世界海军的教科书。当然，丁汝昌也不是死搬硬套，从舰船设计来看，夹缝雁航阵就是为北洋舰队量身定做的，包括定远、正远在内的主力舰。舰首都装备了最强的火炮，并配有撞角。定远的305毫米主炮因为炮弹笨重，装填过程非常繁琐，10分钟才能打1发。日本的新式速射炮40秒就能打10发，而这种拼刺刀的乱战，恰好能规避北洋舰队火炮射速慢、弹药效能差的短板。理论上用这套战术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但这个阵型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冲入敌阵中发起进攻，否则途中就会遭到敌方的火力压制，成为活靶子。问题是，北洋舰队的超勇和扬威是年龄超过13年的老爷船，锅炉主机接近报废，最高航速只有7节。丁汝昌为了保持阵型，只好把整个舰队的航速降到8节。于是，这支宽度超过5公里的人字形舰队，以蜗牛般的速度向远处的日本联合舰队缓缓发起了冲锋。与此同时，日本最高司令伊东佑亨下令列成单纵阵，全部军舰像糖葫芦一样串成一条直线，分成前后2队。伊东佑亨坐镇旗舰松岛号，率领5艘主力舰组成本队。平井航三则挑走速度最快的4艘巡洋舰，组成第1游击队，坐镇吉野号。日本人的打法看似是风帆时代的老古董，但他们主力舰的侧舷火力极其凶猛，配上新式速射炮，火力密度碾压北洋舰队。开战时，排成一线的单纵阵侧身对敌，拉开距离，恰恰能发挥这种火力优势。日本甚至用电线将各炮位串联起来，确保能同时向一侧开火，将这套打法玩到了极致。而且纵队的操作简单，只要望着前面的屁股走就行，最符合日本这种新手扎堆的舰队。可纵队也有致命的缺点，一旦被敌人冲入或中间某艘船掉队，整条纵队就会乱成一锅粥。更要命的是，日本联合舰队内斗不断。理论上，伊东佑亨是整个舰队的司令，所有军舰都应该听他指挥。但平井航三这个人专业能力比伊东强，对纵队战术的理解也更深，向来桀骜不驯，自成一体。发现北洋舰队后，第1游击队没等司令长官的命令，就自行向目标海域驶去，完全不把伊东放在眼里。此刻的战场不是你屏幕上的上帝视角，站在剑桥上，海面烟雾弥漫，相距10几海里，能看到的只是远处的黑烟和模糊的船影，根本不知道对方摆了什么阵法。这意味着大家只能按照出发前定好的战术硬碰硬，根本没机会调整。就这样，双方在一片迷雾中开始了这场决定两国命运的对决。12点20分，伊东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，命舰队攻击右翼之敌，
意思就是先从右侧攻打北洋舰队，但平井却理解成攻击敌之右翼，也就是北洋舰队的右侧。第一游击队立刻左转，直奔超勇、扬威而去，本队只能无奈跟随。如此一来，整个日本舰队都暴露在正前方，北洋舰队只要全速冲上去切入敌阵，就能把这条纵队撕成碎片。可8节航速的北洋舰队半天都靠不上去，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以10节的航速从眼前划过，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战机。其实北洋舰队还算幸运，如果日军没犯这个错误，直接从左翼绕到背后，那夹缝雁航阵根本无法应对，北洋舰队会死得更快。12点50分，平井率领的第一游击队向右翼逼来，领头的吉野号航速高达23节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军舰，装备了4门大口径速射炮，还有22门机关炮，其余舰船也装备了大量新式武器。而北洋右翼最外侧的恰恰是最弱小的超勇和扬威。这对从英国进口的姊妹船曾是世界名舰，但10几年过去，武器装备老化严重，最高航速只剩7节。照这个速度和火力，日军第一游击队很快就会击破侧翼，甚至从背后包抄过来。丁汝昌当机立断，下令开炮。定远舰上一颗重达292公斤的钢铁弹头旋转着飞出炮膛，呼啸着杀向吉野号，落在附近，炸起巨大的水柱。紧接着，北洋各舰陆续开火。丁汝昌希望利用火炮射程远的优势，迟滞日本第一游击队的进攻。随着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，日舰开始发炮轰击。对射的过程中，一颗炮弹正中定远的信号旗，紧接着又一颗炮弹飞来，炸伤了正在督战的丁汝昌。虽然有刘步蟾接替指挥，可开战不到10分钟，旗落率伤，士气难免受到影响。平井趁热打铁，下令航速提高至14节，快速到达北洋海军的右翼，发起进攻。在密集的弹雨中，超勇扬威遭到了始料未及的猛烈攻击。不到一会儿，2艘军舰就被打得千疮百孔，汇成了一片片滚滚烈焰。就在超勇燃起大火时，平井准备乘胜追击，下令第一游击队向右转向，绕到北洋舰队的后方发动包抄。如果成功，平井将成为这场海战最大的功臣。就在这时，松岛上的伊东突然升起回转的旗语，此举无疑是想显得自己领导有方，但这个多余的命令让平井误以为是掉头回来，于是本该绕到北洋背后的第一游击队转向跑到了本队侧面。这次指挥失误让日军错失了腹背夹击北洋舰队的机会。更糟的是，由于第一游击队在外圈运动，导致松岛完全暴露在北洋的炮口前。刘步蟾立刻下令急火猛攻。13点04分，一枚炮弹击穿主甲板，火炮当场被毁。进退维谷的伊东立刻下令本队提速至10节，想甩开北洋的围攻。这一决定让服役近20年的比瑞、扶桑、赤城、西京丸彻底掉队，暴露在北洋舰队面前。瞅准时机，定远、镇远、致远、金远等舰猛扑过去，组成了一张密集的交叉火力网。比瑞、赤城被打得桅杆断裂，舰体千疮百孔。讽刺的是，北洋海军的多艘主力舰一拥而上，都没能击沉日本的几艘破船。当时北洋的炮弹多为克虏伯公司的实心弹，内部填充了大量沙土，目的是为了击穿船体后让海水倒灌进去，所以不会像开花弹那样产生爆炸效果。许多关于甲午海战的影视剧中用沙土混充炸药的剧情，其实是对近代海军兵器不了解产生的误读，而清政府没有及时补充新式弹药才是问题的根本。日本联合舰队从混乱中恢复过来，下令第一游击队向左回转，前去救援比瑞，本队则绕向北洋舰队背后。如此一来，就对北洋舰队形成了夹击包抄之势。
可刘步蟾没有察觉到日军的战术意图，仍把火力浪费在比瑞、赤城这些破船上，错过了阻止日军合围的最佳时机。下午3点，随着日军的包围圈不断收紧，一颗240毫米炮弹击中了定远船头。说起来，定远的防护能力在亚洲首屈一指，舰体中部围了一圈厚达355毫米的装甲。整场海战中，被日舰多次集火猛攻，也只是擦破了一层皮。可定远的船头船尾没有装甲防护，扶桑这一炮恰恰击中了这个致命的弱点。炮弹毫不费力地穿透船壳，在舱室里发生爆炸，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当时北洋舰队还在使用传统的黑火药，燃烧时间短，威力有限，常常打中了也不爆炸。可日本用的是苦味酸火药，燃烧时会变成液体，像汽油一样到处流淌，连海水都浇不灭。更糟的是，苦味酸燃起的黄色有毒烟雾笼罩在定远的火炮上，无法射击。近10年来，定远这个名字像魔咒一样压在日本海军头上。这种7000多吨的铁甲巨舰，当时全球只有20艘，北洋就占了2艘。此刻击沉它的机会终于来了。很快，平井指挥第1游击队逼近已无还手之力的定远，集中火力猛攻。伊东的本队也从背后不断攻击，在密集的弹雨下，亚洲第1巨舰陷入绝境。定远危在旦夕之时，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和经远义无反顾地冲出来，挡在前方，吸住了日军火力。只有2300吨的致远没有装甲防护，在密集的弹雨中，舰体多处被击穿，涌入了大量海水。面对生死抉择，邓世昌索性破釜沉舟，向敌舰发起了自杀式冲锋。遍体鳞伤的致远如同一匹孤傲的独角兽，迎着硝烟弹雨，无畏地冲向了日舰。就在这时，致远发生了爆炸，升腾起巨大的火球，船头下沉，渐渐地消失在海面上。全舰已没，岂能独活？落海的邓世昌拒绝了一切救援，毅然抱住爱犬，一起沉入海中。这一天是他45岁的生日。这一天，致远舰上的200多名官兵全部长眠海底。邓世昌的牺牲为北洋舰队赢得了宝贵时间，定远终于扑灭大火，恢复了战斗力。与此同时，镇远舰抓住机会，305毫米主炮向日本旗舰松岛号连发2炮，全部命中。第一发从松岛左侧穿入，右侧穿出，在甲板上轰出一个大洞。日本官兵还没反应过来，第二发又击中左侧炮盾，整门速射炮被当场震飞，并迅速引爆了甲板上堆积的弹药。爆炸的冲击力将船板炸出一个巨大的破洞，导致舰体开始倾斜，海水不断灌入。下午4点，松岛终于扑灭火灾，但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。这艘日本倾尽国力，专门为对抗定远而建造的旗舰，最终被定远的姊妹舰镇远打成重伤。松岛遭到重创后，北洋舰队本该趁势追击，一直躲在后面的方伯谦却在济远号上挂出重伤的旗号，转头就跑。更无耻的是，逃跑途中，济远撞上了正在灭火自救的扬威号，竟毫不留情地倒车离去。致远的沉没加上济远的逃跑，让战局急转直下。经远、靖远、来远也相继驶离战场。黄海战场上，北洋舰队只剩下定远、镇远2艘铁甲舰。此刻，千代田、扶桑等多艘日本军舰围上来，近30门速射炮加上大口径火炮一起开火，如同群狼围猎。更糟的是，北洋海军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，2舰弹药耗尽，主炮受损，定远只剩3门能用，镇远只剩2门，而日舰仍有充裕的弹药。在日军密集的炮火下，定远、镇远几度燃起大火，但2艘铁甲巨舰互为依靠，一面救火，一面继续射击，没有流露丝毫怯色。最后，他们几乎停止航行，好似2根钢铁巨柱，死死地钉在海面上，与日舰死磕到底。
经过1个多小时的反复炮击，镇远和定远虽中弹数百处，但没有一处遭到重创，依然一副奉陪到底的无畏姿态。满眼绝望的日本海军终于明白，他们面对的是2艘永不沉没的神舰。下午5点30分，夜幕降临，身心俱疲的伊东担心遭到北洋鱼雷艇的偷袭，挂出停止战斗信号，召集各舰回航。黄海海战至此结束，北洋舰队损失了超勇、扬威、致远、金远，阵亡714人，受伤108人。而日军的松岛、比瑞、赤城、西京丸遭受重创，阵亡90人，负伤208人。此战中，纵队配合速射炮的新战术，彻底击败了依靠巨舰大炮冲锋撞角的旧战法。它不仅决定了2个国家的命运，也成为了世界海军史的分水岭。